大叔只是在走路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笑得合不拢嘴，都在看他的腿。他竟然在用手走路，还都是走的鹅卵石路面，这得有多疼啊！有人认为他可能双腿有残疾，不得不这么做。这时大叔却突然站了起来，可以看到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还有未愈合的伤口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都做了5年了，不仅不疼，做完还非常爽。不管是鹅卵石路面还是泥巴路面，大叔走的都很轻松，不论春夏秋冬都无法阻挡他用手走路。即使在公司，他午休的方式也很特别，倒立睡觉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为啥会痴迷于这样的锻炼方式呢？原来大叔之前得了严重的颈椎病，必须要做手术。然而那段时间自己生意失败，根本没钱看病，每天情绪低落，甚至得了抑郁症。处在绝望中的他，于是想通过运动来改善身体状况，让自己振作起来。这么一做就做了5年，慢慢的颈椎也不疼了。毕竟大叔是家里顶梁柱，妻子还是很担心他，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果然颈椎恢复的不错。接着又给双手做了 CT， 因为有老茧作为护垫，长期倒立对手部关节并没有什么损伤。医生表示倒立运动对他恢复还是很有利的，可以坚持锻炼。听到这话，大叔更开心了，出了大门就一路用手走回了家。他在厕所偷偷装监控，正对着马桶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每次他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关键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而且自己都会随手冲马桶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他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他现在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有次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黑影闪过，这黑影有点似曾相识，这下他更怕了，硬是憋到了天亮才去厕所。不出意外，厕所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，实在没招了，只好在厕所偷偷安装了监控。一夜过后查看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这一切竟然是他家的猫干的。现在猫都会上厕所了吗？大叔无奈一笑，说等它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，表情十分严肃。大叔说自己从来没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呢？专家表示，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。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可能慢慢的就学会用马桶了。大叔表示，如果它用完能冲一下就更好了。他的眼睛会流水晶，只要稍微翻下眼皮，一颗水晶就冒了出来，再翻一下又掉下来一颗，仔细一看，里面好像还有一颗。每当他哭的时候，水晶产生的更多，都不用挤，自己就能掉下来。水晶看着锋利无比，但他眼睛却丝毫没有受伤。这种不寻常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，一天大约会产8颗，大小形状各异，但都非常锋利。女孩说有天早上醒来，就感觉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，揉了几下就出来好几颗水晶一样的东西。父母赶紧送她去了医院，医生也从未见过这种情况，检查一番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后来还被电视采访过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希望可以买1颗，他们觉得这东西可以治病。女孩的父母刚开始很担心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发现女儿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，而且还能赚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个女孩眼睛里也会流水晶，这种现象是2个月前开始的。刚开始以为是眼睛里进了玻璃碎片，但这东西越流越多，几天就收集了1小盒，多的时候甚至一天就能产出50颗，这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。去过很多医院，医生都没能找到原因，只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他每天戴着头盔睡觉，虽然不舒服，但不得不这样做，因为他家猫是个流氓，每天晚上往他脸上撒尿，看到主人熟睡后，悄咪咪蹲在旁边，直接往脸上呲。关键这猫有时候还上火，那味道简直了，主人很是崩溃。为啥这只猫会有2副面孔？白天明明很温顺，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脸上撒尿呢？主人也尝试过很多办法，甚至还打过它，都无济于事，实在没招了。他决定戴着头盔睡觉，因为实在不舒服，刚睡了一会就把头盔摘掉了。这就让小白逮到机会了，悄咪咪凑上来，深情地看着主人，确认主人睡着后，情不自禁的就往脸上呲。主人再次被浇醒，对小白一阵数落。医生也被小白的迷惑行为给逗乐了。仔细观察后，医生认为这可能是小白的一种沟通表达方式，一直对主人撒尿，可能是因为主人一直没能理解他的需求。那小白到底想给主人说什么呢？医生观察后说，因为主人家里宠物众多，小白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很小，而且它还是个社恐猫，所以经常会独自蜷缩在角落，一直撒尿是在表达自己对周围环境的不满意，但并没有引起主人的注意。但当他往主人脸上撒尿时，会立刻得到回应。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主人理解自己。医生的建议是给小白单独做个新家，让他有个相对自由放松的生活环境。看得出来小白对新家非常满意。那现在他还会对主人撒尿吗？当天晚上等主人睡着后，小白又悄咪咪来到主人身边，但这次没有撒尿，深情地看着主人，好像在说，主人你终于懂我了。
这家人看电视必须要戴头盔，还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进入卧室也要戴上帽子和手套，拿着工具防身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家里有个猛兽，透过门缝才看清，这不就是只猫吗？这有啥好怕的？大叔说你可别小瞧它，接着展示了身上的伤口，说这些都是猫抓的。猫咪一直都很温顺，从3个月前开始性情大变，毫无征兆地向主人发起攻击，严重的时候脸上头上都被咬过。为了保护自己，他们才戴着头盔看电视。可没过一会，躲在沙发下面的他发现了没有穿防护服的摄像小哥，接着发动攻击，死死咬住了大腿。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把他关在卧室里。但现在有个问题，必须要进入卧室才能给他铲屎，所以大妈不得不又拿出了头盔，全副武装起来。刚打开门，猫咪就虎视眈眈地看着，随时准备对主人发起攻击。好好的猫咪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和主人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它是生完孩子后才开始这样的。当时怀了7胎，主人决定给它剖腹产，过程中有一只小猫不幸夭折，可没过几天又死掉3只。从那时起，它变得异常敏感，甚至开始攻击自己的孩子。为了小猫的安全，主人把猫都送人了。医生认为它在失去孩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，并且错误地认为这一切都是主人导致的，对主人产生了怨恨，才会出现这种反常举动。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给他提供一个舒服的生活环境，放上一些他喜欢的玩具，播放舒缓的音乐，让他感到放松，同时结合药物治疗。就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又慢慢地接受了主人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1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死死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转个不停。很明显啊，这鬼不怕生。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了上去，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0分钟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吗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地站上去，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大家又给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好几分钟。这时公园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。大妈每天来餐厅却从不吃饭，老板却开心的不得了，只因大妈有个绝活，一巴掌就能抓到25只苍蝇，据说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家里的苍蝇见到他都吓尿了，只见他慢慢靠近，手掌微屈，突然发力，苍蝇就到手了。看着只是简单的挥挥手，摄像小哥觉得自己也可以，结果一只都没抓到。大妈看着小哥笨拙的手法微微一笑，说捉苍蝇其实很简单，首先要预判苍蝇的走位，苍蝇刚起飞的时候不太容易拐弯，手掌4指并拢，慢慢迎着他的头部靠过去，离苍蝇大概10公分时保持静止，等到他搓手的这一刻，迅速扫过去，就可以把他活捉了。抓到苍蝇后用力摇晃，等他迷迷糊糊了，猛地摔向地面，苍蝇就挂掉了。很快地上就收集了一堆。大妈处理苍蝇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，直接丢火里。家里时常会飘来一股鸡肉味，在大妈努力下，家里苍蝇日渐稀少。有时候实在手痒了，大妈还会免费给附近餐厅抓苍蝇，只要她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引得餐厅老板连连喝彩。即使灭蝇器也没有大妈徒手抓得多。不得不说大妈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。她每隔半小时就要换一双袜子，包里每天都装着10多双袜子，外加一条毛巾。同事都觉得她有病，而她确实患有非常严重的多汗症。有多严重呢？大家做了个测验，不到3分钟，汗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，双手每时每刻都像刚洗完一样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更让她尴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一湿一大片。脚上的情况也同样严重，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。每天出门包里必须要装10多双袜子，方便随时换一双。因为手滑，零食包装根本撕不开，想玩一会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却识别不出来，用过的键盘铺上纸巾，瞬间就浸湿了，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。写工作报告，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下来。小姐姐表示，这些她都能接受，最让她难过的是别人的嘲笑。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师妹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做日料、手握寿司之类的。因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说着说着就哽咽了。小姐姐也去过很多家医院，都没有找到多汗症的确切原因。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那不完美的自己。最近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大叔把西瓜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烧香磕头，甚至还带他去做了 CT。据大叔说，这西瓜成精了，当时买的时候好好的，瓜农也说这瓜保熟，没想到仅仅过了1个晚上，它就长出了嫩芽，生长速度肉眼可见。
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顶出来的。自从西瓜发芽后，他家里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感觉身体都变年轻了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更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磕头。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，就连种了一辈子西瓜的大爷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，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就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，成精了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，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，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最终冒出来。总之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尴尬的笑了笑，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说以后不会再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村里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这条小溪里泡一泡，他们说小溪里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神清气爽，有的还会把这水接回家，一脸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记者忍不住了，说什么都要感受一下。我严重怀疑这家伙是演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真的有被电到，不过感觉挺爽的，甚至还有点上瘾。节目组摄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演的太假了，你当观众是傻子啊？我来试试，这也没事啊。靠！摄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这石头真的带电啊。接着他们摸了摸旁边的石头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整条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，专家也被电了一下。为了寻找答案，大家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发现了一间房子，看样子很久没住人了。刚想进去了解情况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果然有电。看来这房子漏电了。拉下电闸后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那块石头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原因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电路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。没想到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，你们真是造孽啊！凌晨3点，奶奶却不停地往地板上泼冰水，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，还说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，室温常年64度，把平底锅放地板上，不开火就能把鸡蛋煎熟，水龙头流出的也都是热水，墙纸都烧焦了，往墙上泼水还会发出滋滋的声音，不小心碰到都能烫个水泡，在屋里站一会就会汗流浃背。不仅如此，卧室的温度竟达到了70度，这睡一觉还真有可能会死。为啥会这么热呢？起初都以为是加热器出了故障，检查后发现加热器根本就没插电，所以不可能是加热器问题。大家又觉得那肯定是电路方面的问题，接着检查了所有电路，结果一些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，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。奶奶热得根本睡不着，只能不停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。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，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有地狱之火。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，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异常高，即使在断电后，它仍在工作。看来这电表有问题啊！打开电表的瞬间火花四溅，原来这电表漏电了。专家说房子高温很有可能就跟漏电有关，随即对房子里里外外研究半天，终于知道了怎么一回事。原来这房子是钢架结构的装配式简易房，当电表短路时，整个房子都是导体，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。幸亏发现的早，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。随后维修人员找到粘在一起的电线，经过修复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这下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这个和尚每天都去照相馆，表面看着道貌岸然的，实际上是专门来打印美女照片的。大家跟他来到寺庙，更是大开眼界，墙上全部贴满了美女照片。这些韩国女团他如数家珍，知道她们的名字以及热门歌曲，甚至记得她们的身高体重。身为佛门弟子，他一不念经二不打坐，整天就看女团跳舞。外人看到这个情况，都骂他花和尚，说他六根不净。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。他在当和尚之前是个屠宰场老板，偶然捡起一本佛经，结果爱不释手，就像发现了新世界，自此放下屠刀剃发出家。他认为之前的工作让自己周围充满了负面磁场，收藏照片是为了更好的修行。此话怎讲？他说名人的磁场像星星一样强大纯净，这会让他感到无比的欢喜和安定。但他这种行为难免引来风言风语，随着非议越来越多，方丈也忍不住劝他离开。他最终被取消了法号，被迫离开了寺庙。他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山间小庙，取名龙宫佛寺，并自认方丈，继续自己的修行。他还把世界名人都刻在了石头上，围着寺庙摆了一圈，这一刻就是15年。他说做的过程也是一种修行，这种迷惑行为咱确实看不懂。韩国奇葩多，大家随便看看就好。男孩去配眼镜，却被医生要求看课文，他的反应让医生目瞪口呆。
机器显示他1秒就可以看2131个字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1分钟就可以看完一本100页的书。学校里他只是简单的翻书，却引来了同学们的围观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翻完书他竟然说看完了，同学们让他把故事讲出来，结果呢他还真就复述下来了。为了验证真假，节目组拿了本新书让他看，不到1分钟又看完了，随机提问和书有关的问题，结果全部回答正确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超能力。用专业仪器测算他的阅读速度，结果连专家都服了，阅读速度太快，差点连机器都无法识别。专家还发现他看书时大脑皮层异常活跃，表现出了更高的专注力，也就是说他看书就好像我们玩游戏一样享受。一年看的书能堆满整间卧室，吃饭的时候看，上厕所的时候看，甚至连睡觉也。而这个没法看，那怎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超能力呢？男孩说自己在翻书的过程中，大脑会对每一页拍照，然后存储起来。为了彻底理解消化，看完书他要再复述一遍并且录音，这样来增强记忆。说实话，这种超能力我是不信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。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。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。采访过程中，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，更让节目组傻眼。这4位就是当地女神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追求者也一个比一个多。他们是准备竞选村花的，竞选标准是要超过200斤，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。第一位体重210斤，刚刚及格；第二位体重268斤，还不错；第三位体重284斤，很有竞争力。然而现在的村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站上体重计，生怕踩坏。果然，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。不过呢，他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。出于好奇，节目组采访了村里男人，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，越胖越爱，无法自拔，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处炫耀。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会旺旺的。接着大家来到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。女人说结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，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，还说自己结婚前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。女人又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异常肥大，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，穿起来一看确实很凸显身材。女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，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？丈夫听到就要赶紧去做饭，说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关键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很快丈夫端来了饭菜，给妻子盛上一盆，没一会米饭就见了底。酒足饭饱拍拍小肚腩，赶紧补个午觉。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。女人还告诉大家，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要多吃米饭，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维持身材。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还贴心的打造了专属座位。等妻子上车后，没成想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却一动不动。丈夫把车推到平坦路面，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，一般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。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，大家不禁感慨，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？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。女孩显得很不自信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至今没交过男朋友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。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，说只要嫁出去，不要彩礼，陪嫁100万。即使这样，仍然没有人上门，为此他感到很自卑。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，还差点得了抑郁症。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，要给女孩介绍对象，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。流浪汉看到女孩后，连连摇头，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。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。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，追求者众多。这不，闺蜜刚回家，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，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。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，只为看闺蜜一眼，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开，还说明天再来。看得出来，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整条街只有这棵树，每天早上都会剧烈晃动，鸟都不敢在此停留。往下一看，才发现有个大叔在疯狂的拿头撞树，哐哐1分钟就要撞60次，都撞出血了。大叔却说这样对身体好，脑袋锻炼完，肩膀也不能少，拿出药膏随便涂一涂就好了。这样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自己已经锻炼5年了，还让记者摸摸看，果然已经练就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大叔还一脸傲娇，劝大家不要模仿，否则很可能脑袋开花哦。这条街上的店主都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叔撞树，就没见过额头不流血的时候。不过呢，还是心疼这棵树多一点。大叔看起来一身的暴力，工作起来却非常安静，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大叔表示自己以前是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。为了养家糊口，他脱下拳击手套，拿上锤子，成了一个修鞋的。
由于摊位所在区域治安很差，经常发生一些打架斗殴的事件。为了防止别人找自己麻烦，他决心变成一个狠人，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。所以就开始了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拳击馆，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熟练地缠上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。毕竟9输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大叔每次开车必须要带上一包白色粉末，等红绿灯就赶紧拿出来舔2口，说这东西能救命。吃饭时大叔只是喝了1碗汤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往汤里加了满满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饭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饭饱喝点水，水里竟然也加了1勺。话说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决定尝一下，一口下去，差点被送走，才知道这粉末原来是味精。同事觉得他有病，怎么会有人喜欢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脸傲娇，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自己喝醉后，原本想去厨房弄一杯糖水，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，没想到却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，38年来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说自己不仅没事，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还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话怎讲？原来他患有一种叫做布尔格氏的罕见疾病，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死，而自己20年来却没有事。他认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恶化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，检查发现他得了严重胃病，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，还导致了糖尿病，也就是说味精对他的病情不仅没帮助，反而还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须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学。大叔表示那这样自己的快乐就没有了，不过为了健康自己会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让我们祝大叔早日康复吧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们用摄像机对准深山中的一个狗窝，在远处的车里警惕地观察，拍到的画面让人后背发凉。这狗一到晚上12点就会神秘消失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锁扣非常结实，除非有人帮助，不然狗是无法自己打开的。但是家里人都问过了，没人打开过锁扣，这就很诡异了。大家决定安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，大家被惊醒，接着就发现狗妈妈又消失了，只留下了2只小狗仔。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只见它在狗窝附近徘徊了片刻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就消失在黑夜里。看着录像，大家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动物专家反复观看录像，认为问题可能就出在链子上。这链子是有硬度的，只要将链子巧妙地旋转一下，就可以轻松地别开锁扣。只是这个旋转角度不好掌握，但很明显，狗妈妈已经可以熟练地找到这个角度，很轻松就打开了锁扣。但现在还有一个疑问，它为啥每天晚上都要溜出去呢？大家仔细检查了它的出走路线，发现它每天出去是来这里吃狗粮，毕竟吃饱喝足才有精力喂养狗崽子，应该是本能驱使让它这样做。主人也很懂事，在每天的狗粮里又加了1盒罐头，换上了新的锁扣，这样它就不会在半夜消失了。